印度究竟为什么始终都发展不起来呢？2015年，号称拥有世界最强高铁技术的日本接到了印度政府的邀请，负责为印度总理莫迪提出的印度高速铁路计划打造一条足以震惊世界的高铁线。原本对于经验丰富的日本团队来说，这只不过是一项十分简单的任务。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直到项目合约签订的7年后，这条铁路才正式动工，半年铺设了不到10公里的距离。施工进程之缓慢，以至于这次项目直接让日本高铁丢尽了颜面。许多原本打算引进日本高铁的国家纷纷望而却步。不过，鲜有人知道，日本高铁之所以会在印度翻车，完全是有苦说不出。而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正是困扰着印度始终发展不起来的症结所在。为什么在全世界都享有盛誉的日本高铁会突然在印度迎来惨败呢？其实，抛开一切复杂的分析，背后的真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这里是印度，一个高度自由的联邦制国家。虽然印度在表面上呈现着统一的状态，但实际情况却是被强行捏合在一起，内里早已分裂。印度高铁计划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尽管莫迪想要励精图治，但很可惜，并不是每一个地方都听他的话。就拿印度最富裕的邦马哈拉施特邦为例，据印度媒体的爆料，在莫迪的印度高铁计划当中，该邦上下都表现得极为消极，甚至直到2021年铁路正式开工建设以后，该邦的征地计划才完成了30%。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也很简单，说白了就是莫迪买地的钱没有给够。2015年，其高速铁路计划正式确定以后，为了使征地计划顺利实行，莫迪宣布对印度的征地政策进行修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允许国防、工业以及基础建设等5类重要的国家级项目，征地时可以省略土地所有者的同意，只需要后续按照市价进行补偿即可。站在国家的角度上看，经莫迪修订后的政策确实在客观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开展基建工作，甚至原本在印度之外的很多国家，大家实际上都是这么做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印度的国情比较特殊。在英国殖民时期，为了便于统治，英国殖民者除了在经济上为印度引进了土地私有制的政策以外，还在政治上大力推行民主制。于是，这就使得掌握着大量土地的印度地主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到民主选举当中，并通过自身所具备的经济优势换取政治特权，以此来巩固自身的利益。对此，学界普遍用地主精英民主来对其进行命名。后来，伴随着印度独立，英国殖民者退出，但由于没有经历彻头彻尾的改革，印度许多殖民时期的烙印都被一股脑地保留了下来，其中就包括地主精英民主。而这就使得在经过长达100年的发展后，各地方的地主们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利益圈，他们手中掌握的政治权力甚至超过了印度中央政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莫迪明显会触发地主阶级利益的征地政策推出后，地方上立马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抗议浪潮，甚至许多邦政府都明确站出来提出异议。而面对这如此铺天盖地的反对声，莫迪政府最终只得低头认输，宣布该修正案的执行与否由各邦政府自行决定。至于各邦政府会做出什么选择，答案显然不言而喻。于是7年10公里的锅便实实在在地扣在了日本高铁团队的身上。印度政府的高铁计划失败不是偶然，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2020年莫迪政府推出的农业改革方案，还有更早一些的劳工制度改革、土地改革计划等等，全部清一色的因为触碰到了印度地主们的利益，无疾而终，被迫收回成命。而这些恰恰就是印度发展困境的缩影。当一个国家的政府连命令地方都做不到，试问怎样的政策能够让这个国家发展起来呢？更别提现在印度社会存在的问题还远不止此。前段时间，印度实习女医生遭多人轮奸致死的新闻震惊全球，而这恰恰是印度社会畸形性别观的一道缩影。2012年，在同样震惊全球的印度公交轮奸案中，辩方律师曾在接受采访时大言不惭地表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没有女性的位置，顿时引起了舆论的哗然。然而，对于绝大多数的印度人来说，这位律师说的就是他们心底的实话。例如，在这次的实习女医生案件发生后，就有记者采访了一些印度中学生，而面对镜头，这些面向稚嫩的学生竟然回答道：“女孩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才会被强奸。”当女孩朝着男生微笑的时候，男生就会感到被勾引。更加令人感到恐惧的是，还有不少印度未成年女孩对这些话表达了赞同。印度社会不加掩饰地对女性进行迫害，这就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出现，那就是印度的女性实际上很难参与到印度的发展建设中来。
要知道，正如伟人曾经那句振聋发聩的女子能顶半边天说的那样，在当下的各国社会中，女性的贡献已经越来越重要。事实证明，她们在许多方面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性要差，而印度却选择忽略掉女性的力量，无异于自断一臂。所以，哪怕有着全球最多的14亿人口，印度真正能够为发展建设做出贡献的，可能也就不到一半，而这其中还有一些低种姓的贱民。事实上，虽然印度声称早已在法律上废除掉了种姓制度，但从现实情况来看，种姓的歧视依然在印度社会中存在。许多低种姓的印度人从出生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他的命运，决定了未来他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哪怕他使尽了浑身解数，也终究无法突破阶级的束缚。而这也是为什么印度公务员考试每年都会吸引来上百万的考生，竞争不到数千名额的原因所在。不是印度人着迷于当官，而是这就是他们唯一可能公平跨越阶级的途径。其实，如果要详细分析是什么阻拦了印度100年的发展，可以寻找的方向有很多，像前面提到的政治因素、性别因素、种姓因素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只不过相较于那些隐秘于印度社会深处的毛病，这3点的外在表现要更加明显罢了。而如果要总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实际上最终的原因都是殊途同归的，那就是印度没有经历彻头彻尾的革命。众所周知，在印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由圣雄甘地率领的印度革命者走的是非暴力不合作之路。的确，客观来讲，这条路确实让印度的革命没有流血，避免了许多人为之付出生命。但同时，这也使得原本印度社会中存在的毛病没有得到根治，全都被一股脑地保存了下来，以至于在今天成为了困扰印度经济无法发展的原因。正如伟人说的那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没有经历过历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很难实现自我进化的。例如对付地主这件事儿，如果不用物理的手段迫使这些人放弃权利，难道要指望这群人提高觉悟主动放弃吗？事实证明，这种想法完全就是在白日做梦。就拿粮食出口这件事情来说，如今的印度一面是农业出口大国，一面又是联合国认证的饥饿大国，至少有2亿人处在粮食不安全状态，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能超过3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畸形的情况？说白了，不就是掌握着土地的地主们控制着印度的粮食价格？如果国内的平民们吃不起，那就出口卖给其他国家，完全不顾印度穷人的死活吗？如今的印度表面上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事实上却有数不尽的问题困扰着整个国家前进。对于印度而言，如果其真的想要实现自己的大国梦，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刻了。可在印度现总理莫迪的率领下，印度却依然把目光放在国外，对邻国采取着一系列敌对政策，全然不顾自己内部的问题。试问这样的印度怎么可能会有明天呢？